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手里的钱好像越来越不值钱了？物价在不知不觉中偷偷上涨，但我们的薪水却像定格了一样，怎么都追不上。如果我不做点什么，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购买力就会被这个时代慢慢吃掉。所以今天我不跟你讲那些虚无缥缈的经济大道理，我们直接看最真实的数据。最近有海量的资金正在疯狂涌入澳洲的 ETF 市场，这些动辄几亿、几十亿的聪明钱到底嗅到了什么味道？他们都在悄悄大把买入哪些板块？这期内容我会把我最近的真实观察，我自己的实际操作，踩过的坑，还有背后真正的赚钱逻辑，一次性全盘托出。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结尾，我准备了一个超级实用的隐藏版避坑指南和一个特别的 bonus， 绝对能帮你在接下来的投资里省下不少冤枉钱，甚至抓住一波大机会。说实话，我一开始也乱买过股票，听朋友给的消息，看住红红绿绿的数字追涨杀跌，每天心情跟住过山车一样，结果可想而知，交了不少市场学费。直到后来，我彻底搞懂了 ETF 这个东西，我的投资焦虑才真正放下来，晚上也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别被 ETF 这3个英文字母吓到，其实它超级简单。举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假设你今天肚子很饿，想去吃好吃的，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砸在一张桌子上，只点了一道你觉得最厉害的招牌龙虾，这就像你重仓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万一那天大厨失手把龙虾烧焦了，或者食材不新鲜，你这顿饭就彻底毁了，钱也白花了。但是如果这家餐厅提供的是顶级连锁自助餐，这就是 ETF， 里面有龙虾，有和牛，有生蚝，还有精致甜点，就算那天龙虾稍微老了一点，你还有鲜甜的生蚝和入口即化的和牛可以吃，你整体的用餐体验依然是非常高水准的。买 ETF 说白了，就是你不用自己去赌哪一道菜最好吃，而是直接买下一整张赢家餐桌，让全澳洲最赚钱、最有实力的企业一起替我们打工。只要澳洲经济的大盘子还在转，你的这份套餐就有价值。那么现在，全球的资金到底在疯狂抢购澳洲这间大餐厅里的哪些招牌菜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也是最近吸金非常猛的板块，澳洲的资源与未来能源板块。大家都知道澳洲是个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但如果你以为现在那些大佬还在疯狂投资传统的挖煤炭，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最吸金的是那些跟未来世界紧紧绑定的资源，比如铜、锂，还有各种绿色能源金属。为什么？我们讲个最真实的生活例子。我有个朋友前2年换了一台最新款的电动车，一开始觉得很潮，但最近常常跟我抱怨，说节假日出门找个充电桩还是要排队，基础设施根本没跟上。这背后说明了什么？说明不管是电动车本身，还是背后的充电桩、电网升级，全球都有巨大的缺口，而制造这些东西需要消耗海量的铜和锂。再结合现在的政治环境来看，这几年全球地缘政治多紧张啊！今天这里打仗，明天那里制裁，很多国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能源和重要金属不能太依赖某些特定地区，太不安全了。这时候澳洲的优势就完全凸显出来了，政治稳定，法规完善，家底又厚，澳洲瞬间成了全球资金眼里的避风港和超级提款机。各国政府现在都在拼命推动绿色能源转型，这不是随便喊喊口号，而是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砸下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大资金在拼命买入澳洲资源类，特别是绿色金属类 ETF 的原因。这根本不是几个月的短期炒作，而是未来10几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巨大时代红利。我自己也在这个板块里做了一些定投布局，跟住大趋势走，心里踏实很多。不过，如果你觉得资源板块听起来还是有点距离感，别急，接下来我要讲的第2个板块，绝对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你每天出门、消费，甚至呼吸都在给这个板块送钱。而且那些大财团的资金正在这个板块里玩一种几乎稳赚的游戏，那就是澳洲的基础设施与核心商用物业板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管经济好不好，你每天早上出门开车上高速公路要交过路费，回家开灯要付电费，甚至你手机上网要付流量费，这些钱最后都流向了哪里？讲个我自己的真实经历，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看着进进出出的几万人流，大家都在买咖啡、逛免税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机场就是一台巨大的印钞机啊！不管外面的股票涨还是跌，只要有人坐飞机，机场就能收租、收降落费、收停车费。而澳洲有很多 ETF 就是专门帮我们买下这些印钞机的，比如澳洲的收费公路、机场、电网，甚至是那些装满了数据中心的大型仓库。
现在的资金为什么疯狂涌入这个板块？这里有个很核心的心理因素，就是避险情绪。现在全球政局混乱，今天这个国家选人闹翻天，明天那个地区局部冲突，很多人心里其实很慌。这种慌乱感会让大家想找一个能看得到、摸得住的东西靠着。这时候大资金，尤其是那些管退休金的基金，最想要的是什么？不是翻倍的暴利，而是稳定的现金流。澳洲的这些基础设施很多都跟政府签了几十年的合同，而且最厉害的一点是，他们的收费通常是跟通货膨胀挂钩的，也就是说物价涨，他们的过路费、租金就跟住涨，这简直是对抗通胀的神器。我有个学生，他以前总是想着买那种一天能涨10%的妖股，结果心脏受不了，头发都白了不少，因为他每天都在担心明天会不会突然归零。后来我建议他拨出一部分资金布局这种稳健型的基础设施 ETF， 他现在跟我说，看住每季度的分红准时入账，那种感觉比中彩票还要踏实，这就是投资中的睡得住觉的钱。而且你发现了吗？现在澳洲的租金贵得离谱，很多商用物业的租金收益其实非常惊人。这类 ETF 就像是让你变成了一个隐形的包租公或包租婆，你不需要去烦恼修水管、赶房客，专业的管理团队会帮你处理一切。你只需要做着分红就好，这种躺平式的收入才是我们对抗通胀、缓解焦虑的终极武器。因为当你发现你的支出在增加，但你的投资收益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增加时，你的内心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衡。这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是任何短期暴利都给不了的。如果你觉得基础设施是守城门的卫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3个板块，就是负责开疆拓土的先锋，也就是科技与 AI 相关的板块。别以为澳洲只有矿和羊毛，澳洲的科技板块最近简直是疯了一样在涨。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不管是去餐厅点餐要扫码，还是公司开会要用云端软体，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离不开科技了。甚至连路边的小咖啡店都在用数据分析来决定今天要备多少货。资金为什么现在赶在高位继续往里冲？因为现在大家看的是未来5年、10年的生产力革命。澳洲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 Nvidia 或者 Apple，但我们有自己的科技小巨人，比如做会计软体的 Xero， 或者做物流管理的 Westech。 讲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我认识一个做小生意的老板，以前他请2个会计，每天忙住对账、算税，月底还常常对不准。后来他用了澳洲本地研发的云端管理系统，现在只需要一个兼职会计就能搞定所有事，效率提升了不止1倍。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反而更强烈，因为老板们都想省钱，而科技就是最好的省钱工具。所以大资金流入澳洲科技 ETF， 其实是在赌一个未来，赌这些公司能帮全球的企业省钱赚钱。虽然这个板块的价格有时候看起来有点贵，甚至让你产生一种现在进场会不会被套牢的恐惧感，但如果你从长远来看，现在可能只是数位化时代的中期而已。很多人在投资科技股时会有一种心理疾病叫 FOMO， 也就是害怕错过机会，看住别人买 AI 概念股赚翻了，自己手痒也想冲进去。但我要提醒你，投资科技板块最怕的就是追高那些只有故事没有业绩的公司。而澳洲的科技 ETF 聪明的地方在于，它帮你筛选掉了那些纯靠 PPT 骗钱的公司，留下的都是有实际收入、有全球竞争力的优质企业。我自己在观察这个板块的时候，会特别看重那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比如数据中心的冷却技术，或者保障网络安全的软体。因为在 AI 时代，数据就是石油，而保障数据安全就是保险箱，这种刚需是不会消失的。所以当你看到科技板块回调的时候，那不是灾难，那可能是市场送给你的上车机会，只是你有没有那种心理素质去接住它。投资科技股其实是在投资人类的进步，这种参与感会让你觉得你的钱不只是在数字跳动，而是在推动世界变得更有效率。这种心理上的成就感也是很多人迷恋科技投资的原因。当然，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这几个板块都这么好，我是不是现在闭着眼睛买进去就行了？绝对不是。投资最忌讳的就是听风就是雨，很多人看住数据说资金流入就赶紧跟风，结果往往买在了山顶。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影响因素，还有未来走势到底会怎么演变，这部分是这期内容最核心的地方，也是决定你未来几年账户能不能稳健增长的关键。我们刚才聊了资源、基础设施还有科技，这些听起来都很美好，对吧？但身为投资人，我们得保持清醒。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波资金疯狂流入，
到底是最后的疯狂，还是大牛市的起点？我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私人的观察。前几天我跟一个在机构做高阶资产管理的朋友喝咖啡，他跟我透露了一个细节，现在疯狂进场的很多不是我们这种每天看盘的人，而是那种长线的大钱，也就是国家主权基金和大型退休金。为什么这些大钱现在敢毫不犹豫的进场？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博弈。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时候，澳洲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你看其他地区忙住内部博弈、债务危机，或者被能源和地缘冲突搞得焦头烂额，甚至随时有贸易战的风险。而澳洲呢，我们有粮、有矿、有能源，最重要的是，我们跟各大经济体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当全球资金觉得哪里都不安全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钱挪到澳洲的市场里寻求庇护。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澳洲的指数保持长期乐观的原因。这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经济有多么无敌，而是因为我们是全球资金的避险避风港。大家最关心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利息。未来的走势到底会被加息还是降息左右？我自己的分析是，无论央行怎么走，市场预期其实早就反映在价格里了。很多人觉得一降息，股票就会疯涨，但我建议你冷静一点。如果真的开始大幅降息，往往说明实体经济可能真的出问题了，需要紧急救市。所以，面对这种充满变数的未来，我的投资建议是攻守兼备。什么意思呢？攻就是继续定投那些有硬实力的科技与未来能源板块，这类虽然波动大，但它们代表住人类社会未来的希望和刚需。守就是拿出一部分钱放在高股息或者基础设施类板块，这就像是你的护城河，就算市场大跌回调，你每季度领到的分红也能让你心里完全不慌。讲到这里，我要分享一个我曾经踩过最大的坑，也是很多人都会犯的致命错误。我以前总想着等跌到底再买，也就是俗称的抄底，心里总有一种贪婪的声音告诉我，再等等还会更便宜。结果呢，往往是跌了一半，我满仓冲进去，以为捡到了大便宜，结果它下面还有地下室，甚至还有18层地狱。那种看住账户每天缩水的心理折磨，真的会让人崩溃。真正的赚钱高手，玩的从来不是猜测市场的底在哪里，而是时间的复利。现在资金流入强劲，大趋势在这里，如果你手头有闲钱，分批进场永远是最稳妥的打法。不要让那种总想买在最低点的完美主义心理毁了你的长期布局，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明天黑天鹅会从哪里飞出来。但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让自己在任何极端的市场环境下都能安然入睡。好了，说了这么多，真的希望今天这些掏心窝子的话你能听进去。投资这条路，说到底是场关于人性的修炼，不是看谁跑得快，而是看谁活得久。我们每个人努力赚钱、学习投资，背后最根本的动力，其实都是为了让身边的人过得好一点，让自己在面对未来那些不确定性时，能多一份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被生活推住走。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顺势而为，跟住那些聪明的资金走，去布局那些真正能产生价值的板块。最后，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能陪我聊到现在，为了回馈你的耐心，我准备了这期内容最精华的 bonus 送给你。这是我这几年能在澳洲股市生存下来，并且持续获利的私房避坑检核表。每次我在下单买入任何一个 ETF 之前，我都会强迫自己对照这3点进行深度思考。今天我也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第一，看管理费 MER 的高低。很多人会觉得 0.5% 和 0.1% 没差多少，但投资是几十年的长跑，如果你投入10万块，这 0.4% 的差距在30年后可能会让你少赚几万甚至10几万块，这都是你的血汗钱，千万不要白白送给基金公司。记住，成本越低，你的起跑线就越靠前。第二，看成分股 Top Holdings 的含金量。买 ETF 之前，请务必去官网看看它前10大持仓到底是哪些公司。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一半的公司你连名字都没听过，或者你根本不认同他们的业务模式，那不管别人吹的有多天花乱坠，都请你捂紧钱包，只买你真正看得懂、有信心的东西，这才是对自己的钱负责。第三，做一个极端压力测试，在下单那一刻，问问自己的心，如果明天全球股市大跌 20%， 我是会因为恐慌而割肉离场，还是会因为觉得便宜了而开心的加仓？如果你感觉到的是恐慌，那说明你投入的金额已经超过了你的心理承受极限，或者你对这个板块的理解还不够深。这时候请立刻减产，因为在投资中，情绪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说了这么多，如果你现在还是觉得有点迷茫，
看住满荧幕的 ETF 代码，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下手，或者你正在纠结该如何根据自己的预算配比这3大板块，我其实已经私下帮大家梳理出了一套澳洲 ETF 实战配置方案。这套方案包含了不同年龄段、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具体比例建议，甚至是具体的买入时机参考，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况不同，有人追求稳定养老，有人追求资产翻倍，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原本这是我打算留给自己深度研究用的，现在我就把完整的方案放在会员频道，加入会员就可以马上看到，只要这支影片的评论区留言超过500条，或是点赞过1000，我就会毫无保留的把这套实战方案公开给大家看，所以赶快在下面留言点赞，我想看看有多少人在认真对待自己的财务未来。在影片结束之前，我必须要认真的叮嘱大家一句，虽然我分享了很多我的观察、我的经历以及我个人的分析，但请记住，这所有的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和观点，并不构成任何专业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投资永远是有风险的，没有绝对的赢家，也没有绝对的准确。大家在掏出真金白银进场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好风险评估，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要为自己的每一分钱负责。好了，这期内容我们聊得很深，也很透。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让你对澳洲的 ETF 有了全新的认识，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在努力理财的朋友。你们的每一个点赞和分享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如果你还没关注我，记得赶紧点个关注，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任何一期关于财富增长的钱货分享了。最后，我想问问大家，在资源、基础设施和科技这3大板块里，你目前最看好哪一个？或者你现在手里已经持有哪几个代码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互动，我会尽量回复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我们一起交流，一起进步。谢谢大家陪我到最后，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